银河系中心明明挤满了恒星，为什么我们在那里几乎找不到脉冲星？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天体真的消失了，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它们应该存在，我们却很难接收到它们的脉冲。所以这一期不急着寻找一个神秘凶手，我们先去看看银河系中心到底是什么环境，再把一颗脉冲星发出的信号从那里一路送到地球，看看它途中要过多少关。银河系中心距离我们大约26000光年，我们就住在银盘里面，向中心看去，视线会穿过大量气体和尘埃，可见光被挡得很厉害。这也是为什么研究银河系中心时，天文学家经常使用红外线、X 射线和无线电，不同波段向不同的窗口，能绕开尘埃，看到隐藏在后面的恒星、热气体和致密天体。那里并不是只有一个黑洞，围绕人马座 A 星，也就是银河系中心约400万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分布着银河系最致密的核星团。NASA 曾用一个很直观的说法描述这种密度：如果把大约100万颗太阳塞进太阳到比邻星之间的空间，差不多就是银河系核心团给人的感觉。这么多恒星聚在一起，其中还有不少年轻的大质量恒星。大质量恒星寿命短，核心坍缩以后，很多会留下中子星。于是问题自然出现了：中子星应该不少，脉冲星为什么不多？这里先区分两个词，中子星是一类致密星体，而脉冲星是我们能够看到周期性脉冲的中子星，两者不能简单划等号。中子星的磁轴和自转轴通常不完全重合，它发出的辐射数随着自转扫过天空，只有这束辐射恰好扫到地球，我们才会看到一下一下非常稳定的脉冲。普通脉冲星一次自转可能需要几十分之一秒到几秒，毫秒脉冲星则能在1秒内转动数百次。只要长期跟踪脉冲到达时间的微小变化，就能被测出来。如果辐射数始终扫不到我们，或者无线电辐射已经变弱，那颗中子星仍然存在，只是不会出现在射电脉冲星目录里。所谓缺失，从一开始就带着观测选择效应。即便如此，银河系中心的缺口仍然值得在意。按照恒星数量、恒星形成历史和致密星体演化模型估算，中心区域应该存在一批可以被观测到的普通脉冲星和毫秒脉冲星。具体数字会随模型变化很大，从几十颗到成百上千颗的估计都出现过。真正稳妥的结论不是那里一定有几千颗，而是现有发现数量明显低于很多模型的预期。讨论数字时还要先说清范围。中央1秒差距只是黑洞周围几光年的区域，而天空中1度的范围在银河系中心距离上已经对应上百光年，两者不能混在一起统计。大家这么执着地寻找它们，不只是想给银河系做人口普查。假如有一颗脉冲星在靠近中心黑洞的轨道上运行，它会变成一只天然的高精度时钟，每一次脉冲抵达地球的时间都能记录轨道受到的细微影响。长期计时可能帮助我们测量黑洞质量、自转，甚至检验强引力场中的广义相对论。那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2013年，天文学家在银河系中心黑洞附近发现了磁星 SGRJ 1745到2900，它距离人马座 A 星的投影距离大约只有0.1秒差距。磁星也是中子星，只是磁场强的极端。它在一次 X 射线爆发后被发现，随后又测到了周期约3.76秒的脉冲。它证明中子星确实能够生活在黑洞附近。更重要的是，这颗磁星的无线电脉冲没有被散射到完全无法辨认。这个结果让天文学家意识到，银河系中心的无线电传播环境可能没有最悲观模型想象的那么糟。它还提示我们，最强的散射频不一定紧贴黑洞，可能位于银河系中心到地球之间的某个位置。可一条视线的结果也不能保证整个中央区域都同样清晰。但一颗磁星并不能代表整个族群。磁星本来就少见，活动方式也和普通射电脉冲星不同。我们真正想找的是更完整的普通脉冲星和毫秒脉冲星群体。2024年，研究人员报告在距离银河系中心不到1度的范围内发现毫秒脉冲星 PSRJ 17442946，它嵌在一条射电细丝附近，但并不位于最核心的中央秒差距。这一区别很重要。发现一颗银星方向的毫秒脉冲星，说明高频巡天有希望。但它还不能充当绕人马座 A 星运行的精密时钟，也不能直接填补中央几光年的缺口。同一时期 ，MIR-KT 对银星和核球方向的射电图像搜索还筛出了数十个值得继续跟踪的候选体。这些发现说明搜索正在推进，但候选体不等于已经确认的脉冲星。真正靠近人马座 A 星，可以精确绕黑洞计时的脉冲星，依然没有形成我们期待中的样本。
于是我们先看第一个大麻烦：信号传播。脉冲星的无线电波要穿过26000光年的星际介质，自由电子会让不同频率的无线电波以略微不同的速度传播，这叫色散。如果不做处理，一次原本很窄的脉冲会在接收端被拉开。好在色散的频率关系比较明确，搜索程序可以尝试大量色散量，把不同频段重新对齐。代价是计算量，望远镜记录的频率通道越多，时间分辨率越高，需要尝试的色散量和周期组合就越庞大。弱信号很容易淹没在海量候选结果中。更难对付的是散射。无线电波经过不均匀的电离气体时，会沿许多条略微不同的路径抵达望远镜，像声音在房间里不断产生回声。对脉冲星来说，这些回声会把尖锐脉冲拖出一条长尾。如果拖尾比自转周期还长，一下一下的节奏就会糊成近乎连续的背景。常见近似里，散射时间会随频率升高快速下降，变化幅度接近频率的负4次方。但银星介质高度不均匀，不同方向的实际指数和散射强度并不完全一样。散射在低频段特别严重，大致会随着观测频率升高而快速减弱。因此，寻找银河系中心脉冲星时，天文学家往往把接收频率推到几吉赫兹甚至更高。可这里马上出现第二个矛盾：多数脉冲星在高频段会变暗，频率越高，散射越轻。但与此同时，原本就很遥远的脉冲星也越来越难被望远镜接收到。这像是隔着浓雾找一盏灯，换一种观察方式可以让雾的影响变小，但那盏灯本身也跟着暗了。最佳频率只能在两种损失之间折中，因此不存在一个对所有目标都完美的频率。普通慢脉冲星、毫秒脉冲星、磁星和紧密双星各有不同的最佳搜索策略，望远镜也需要覆盖足够宽的频段。银河系中心还有很强的弥散射电背景，大量致密气体、恒星活动和非热辐射混在一起。望远镜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干净的点源，而是一片嘈杂又复杂的天空。尘埃在可见光里确实是大问题，但它并不是无线电脉冲搜索的主要障碍。真正麻烦的是自由电子造成的色散、散射、吸收以及背景噪声。如果那颗脉冲星恰好处在双星系统里，或者紧贴着中心黑洞运行，事情还会更难。它的视向速度在一次观测期间不断变化，脉冲周期也会发生多普勒漂移。普通搜索会把整段数据叠加起来寻找稳定周期，可周期正在加速、减速，甚至加速度本身也在变化时，信号能量会被摊到许多频率格子里。研究人员会做加速度搜索、加速度搜索，或者把一段长观测切成更短的片段，但切得越短，能够积累的微弱信号又越少。如果脉冲星绕着人马座 A 星走偏心轨道，接近近星点时速度变化尤其快，恰好最有价值的强引力效应也会让最基础的周期搜索最容易失效。所以银河系中心刚好把脉冲星搜索里的几个难点叠在一起：距离远、散射强、背景亮、信号高频变弱，还可能存在剧烈的轨道运动。接下来还有脉冲星自己的问题，辐射束不一定朝向地球，有些脉冲星会间歇性关闭，有些只偶尔发出特别亮的单脉冲，还有些中子星主要在 X 射线里显眼。换句话说，我们用周期性射电脉冲寻找中子星，本身只覆盖了一部分对象，看到的脉冲星数量永远不是中子星的真实总数。但观测困难是不是全部答案？未必。银河系中心的恒星环境和太阳附近差别太大，它也可能真的改变了中子星族群。银河系中心的恒星形成历史本身也不够简单，它经历过多轮恒星形成，不同年龄、不同金属丰度的族群叠在一起，不能只用今天看到的大质量恒星数量直接外推。大质量恒星爆炸时，中子星经常会得到一个诞生梯速，这个速度可能把它送离原来的双星，也可能把它从最核心的几光年直接踢出去。银河系中心的引力市井很深，并不是所有中子星都能逃走。不过只要轨道被明显改变，最中央区域的数量和分布就会与简单估算不同。双星在这里也很难保持平静，近距离恒星遭遇会拆散原有双星，也会让不同恒星交换伴星。它既可能制造新的毫秒脉冲星，也可能让原本容易发现的系统变得更复杂。毫秒脉冲星通常需要从伴星获得物质，被重新加速到每秒旋转几十次甚至几百次。致密星团有利于发生这种交换和再循环，但也给搜索带来更强的轨道加速度。还有一种可能是银河系中心更容易形成磁星，
磁星的高能活动很显眼，但它们作为明亮射电源的阶段可能比较短。我们看到一颗不代表能长期看到很多颗。另外，大量中子星可能已经进入无线电安静阶段，或者藏在 X 射线双星、暗弱孤立中子星和其他致密系统中。它们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不容易统计的身份。中心黑洞会不会把脉冲星全吃掉？这个解释听起来直接，但尺度不对。人马座 A 星很重，世界却只占中心区域极小的一部分。确实会有少量致密天体进入危险轨道，最终掉进黑洞。但要靠中心黑洞清空周围数光年内的大部分中子星，需要极高的损失锥补充效率。现有模型并不支持这种简单途径。更常见的影响可能不是直接吞噬，而是黑洞和密集恒星共同改变轨道。引力散射会把一些中子星送进更远轨道，也会把另一些送向中心，形成不断交换的动态分布。圆转写里还提到一个更奇特的想法：如果暗物质中存在小质量原初黑洞，它们可能穿过中子星，损失能量后被捕获，最后从内部吞噬中子星。这个过程在理论上可以计算，也有人用数值模拟研究，但过程可能发生和它足以解释银星缺失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2024年的一项重新计算指出，银河系中心恒星和致密天体的速度弥散太高，原初黑洞很难以足够高的效率被中子星捕获，因此不能解释观测到的脉冲星缺口。这类研究仍然有价值，因为一旦未来发现靠近银星的老中子星，它们的存活就能反过来限制原初黑洞风度，但那是用中子星检验假设，不是已经证明中子星被它们吃掉。所以原初黑洞可以作为有趣的边缘假设介绍，却不应该被当成现阶段的主要答案。我们并不需要先假定一种尚未发现的暗物质天体，才能理解搜索为什么困难。那接下来怎么找？第一条路是继续提高频率和灵敏度。研究估算表明，在不同散射模型下，几吉赫兹到10几吉赫兹可能是重要窗口。天文学家甚至使用 ALMA 在86吉赫兹搜索过银河系中心脉冲星，结果没有发现新对象，但这次搜索能看到的主要是已知族群中最明亮的那一小部分。更高频率并不是无限有效，望远镜接收系统、带宽、大气影响和脉冲星高频亮度都会限制搜索，所以关键仍然是更大的有效口径和更聪明的算法。Meerkat 的 S 波段系统正适合寻找高色散、高散射的脉冲星。图像法也能先寻找陡峭频谱、强圆偏振的点源，再对候选体进行周期搜索。这种做法等于不先要求脉冲必须清楚，先在图像里找长得像脉冲星的无线电源，再用更高时间分辨率的数据确认它是否真的在跳动。搜索程序还会单独寻找偶发的亮脉冲，因为一个平均亮度很低或经常关闭的源，可能无法通过周期叠加被发现，却会偶尔留下一个清晰的瞬时信号。未来的平方公里阵列会同时带来更高灵敏度、更宽频率覆盖和更强的巡天能力。它未必一开机就解决问题，但会把目前很大一片观测盲区明显缩小。只要找到一颗靠近人马座 A 星、轨道稳定又适合计时的脉冲星，科学回报就会非常大。脉冲到达时间可以测量黑洞造成的时间延迟和轨道进动。毫秒脉冲星尤其理想，经过长期物质吸积后，它们的自转非常稳定。某些系统的计时精度可以逼近人造原子钟，轨道里极微小的扰动都会留下累积痕迹。如果精度足够，研究人员还希望约束黑洞自转和质量分布，检验它是否符合广义相对论描述的克尔黑洞。这比单纯再拍一张黑洞照片多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证据链。脉冲本身还会测量沿途自由电子和磁场。色散量告诉我们电子柱密度，法拉第旋转则能帮助估计视线方向上的磁场。因此每发现一颗银星脉冲星，既是在研究中子星，也是在给银河系中心的等离子体做层析扫描。它们会告诉我们那些挡住信号的物质究竟怎么分布。脉冲星族群还关系到银河系中心的高能辐射。费米望远镜看到的伽马射线超额，部分模型认为可能来自大量未分辨的毫秒脉冲星，另一类模型则考虑暗物质或其他天体过程。如果未来真的找到足够多的毫秒脉冲星，这个争论会得到直接约束。如果深度搜索依然空空如也，同样会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银星恒星演化和高能辐射来源。所以，银河系中心的脉冲星去哪儿了？目前没有一个单独答案。最可能的情况是，观测选择效应和真实的族群演化同时在起作用。我们低估了传播和轨道运动造成的困难，
也可能高估了中央区域能长期保留、持续发射并恰好朝向我们的脉冲星数量。那颗靠近黑洞的磁星告诉我们，门并没有完全关上。新的毫秒脉冲星和候选体又说明，随着方法改进，一部分隐藏对象正在慢慢浮现。与其说这些脉冲星消失了，不如说银河系中心把它们藏在了一套极端复杂的筛选条件后面。我们每改进一次望远镜和算法，就能掀开其中一层。最终的答案也许不是一个惊人的新天体，而是一张更完整的银星人口图。哪些中子星被踢走，哪些停止发射，哪些被散射遮住，哪些正在黑洞附近稳定运行。而在那张图真正完成以前，缺失的银星脉冲星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宇宙里没有被看见的东西不一定不存在，它也可能只是比我们想象的更难看见。